这是一个体制之上，人人求证大帝的世界。我虽是盲人废体，却每治好一个体质，就能获得他们的体质，最终集齐9大圣体，证到当时大帝。我叫李自一，魂川行医世家。父母为家族战死后，家族便想侵吞我的遗产。李瞎子，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交不交遗产？你一个连光都看不见的废狗，拿着那些极品灵石就是暴殄天物！今天不交出你爹娘的遗物，我就打断你的手脚，把你扔进妖兽林！家族规定，遗产只能由后代亲属定夺。我爹是当代家主，我是少主，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更何况让你献出遗产，也是为家族谋利啊！这个混蛋，分明就是图谋遗产中的灵石。我儿，太初圣地的圣女探索秘境重伤，现在太初圣地疯了一样找人医治，前面的几个大能修士就因为没治好，被圣地圣主给宰了。什么？李守诚，我听闻你儿有医道天才之称，不如就让你儿子来吧。使者莫急，让小人考虑一二。我只给你3秒，耽误了圣女，你李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3，爹，不如让这瞎子去，反正是个废体，死了也就死了。这，好吧，可惜了他爹娘的遗产了。2，启禀使者，我族决定派李自一前往医治圣女。天助我也！一个瞎子！大人有所不知，李自一的天赋极好，一手针灸之术还要在我之上。在下愿为圣女治伤，若治不好，使者大可以灭我李家。这个混蛋，灵石还要拉上家族。那便走吧，若治不好，李家就等着消失吧。你便是李家派来的人。在下李自一，前来救治圣女。去治吧，失败的后果你清楚。想不到太初圣女白月里竟然还有隐藏体质，意外之喜。只是第一次救人，还是别让那位圣主看见，以免发现端倪。圣主大人，在下的医术秘不外传，恳请大人出去，让我与圣女单独相处。与我太初圣女独处？你区区一个凡人盲者，若敢有半点逾越之心，不用李家陪葬，本座现在就让你神魂俱灭。若不独处，圣女必死无疑。在下拿李家上下3000人头做保，若治不好圣女，任凭大人发落。好，本座信你一次。你最好能治好月离。希望真的能医好白月离。这样一来，我也算摆脱凡人的身份了。圣女大人，得罪了，开始医治。恭喜宿主，实力达到1境开麦境，成功了！我终于不再是个狗系统，为什么我的声音变成这样了？检测到寒女洞天体质与宿主融合产生影响，是否清除负面效果？吓死我了，差点以为回不去了。快，系统赶紧清除！宿主每获得一个圣体，实力可提升1境，达3境时可治好自己的眼疾哦。3境吗？如果我能留在太初圣地，应当有机会接触到其余圣地的圣女，还能借此向李家报仇。是你治好了我吗？本座早就知道你是个骗子。不对，月离，你的伤……师尊，我的伤已经好了，而且我的体质变成了传说中的寒女洞天圣体。什么？传说中的9大圣体之一？李自一，你竟有如此本领！在下有个不情之请。说吧，什么要求本座都能满足你。我想留在太初圣地，
让圣女成为我的护道人。你有什么资格让月离做你的护道人？更何况月离会同意吗？就凭我能医好天下所有体质。实不相瞒，爹娘走后，我深受家族的迫害。若非如此，家传的医术也不会在今日才有所施展。我一个凡人又是盲人，只能寄希望于圣女大人。这小子所言非虚，否则月离也不会成为圣体。可他一个穷小子，师尊，我愿意。我的救命恩人竟然如此之惨，那个李家也太放肆。若非他出手，别说现在的圣体了，连修为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。救命之恩，我应当报答。成了，多谢圣女带我逃离苦海，自缢无以为报。不必说，有我在，从今往后谁都不敢欺负你。也罢，随你们去吧。多谢师尊成全。自缢，接下来你打算去哪儿？回家族。慢着，把这个带上。这人谁啊？跟咱们圣女走这么近？不管怎么样，只要圣女平平安安的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白月离的伤竟然被治好了，不行，我得赶紧通知那位姑奶奶。这么说，你和万毒圣地的圣女大打出手，才导致自己重伤的？对，不过这只是我们两人之间的恩怨罢了，不会牵扯圣地。看来下一个圣体有着落了，距离治好眼疾又近了一步。不过现在还是先办正事。李家的人都给我滚出来！李子怡，你怎么还活着？你不是应该被太初圣地给杀了吗？怎么，我没死让你很惊讶？让李守那对狗父子滚出来！谁人在狗叫？李子怡，不对，那是太初圣地的圣女。小人拜见圣女大人。这个瞎子竟然真的医好了圣女，这怎么可能啊！儿啊，还是先想想怎么消了这位大爷的火吧。子怡啊，你看这样如何？你的遗产我们不要了，从今往后，家族每月给你3000灵石。月离，这个结果你能接受吗？我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完了完了，把圣女给调成这样，有圣女做靠山，这下得被这瞎子扒一层皮了。刚刚是我说错了，我的意思是李家的全部财产给你30%，另外少主之位给你，以后你就是李家的少主。爹，凭什么？你给我闭嘴！子怡啊，你意下如何？李家只是小族，成为少主反而是个负担，不如直接拿灵石。少主之位我不稀罕，我要李家的50%财产，记住，全部折算成灵石。明白，明白。白月离，你不好好在圣地里待着，还敢跑出来送死？她就是万毒圣地的圣女独孤灵。独孤灵，你的消息还挺快，就是你身边那个小白脸治好了你。来来来，我们再打一场。求之不得，照顾好自己。两大圣女交战，免不了受伤，或许是我的机会。爹，我们要不要趁机解决李子怡？你疯了！事后白月离能放过我们吗？万毒圣主有令，2位圣女对战时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看来的确是2人的私人恩怨，2位圣主都默认双方互相作为魔道士。回去吧，独孤灵，现在的你不是我的对手。若非我的恶难毒体没能完全控制，独孤大人，不如下一次再和太初圣女对战。白月离，让你尝尝我的劲招！完了，他又要破开封印了。咱们的圣女什么都好，就是打架太拼命了。这就是天骄之间的战斗吗？未免也太疯狂了。无法解读，请将实力提升到2境气血境，并获得恶难毒女圣体。开什么玩笑！想要救白月离，我还得先医治独孤灵才行。完了，以往的手段根本不管用，圣女的恶难毒体彻底爆发了。让我来，我能医好独孤灵的恶难毒体。我们凭什么相信你？若圣女出事，你也要跟着陪葬。月离之前的重伤，就是我治好的，你们应该相信我。这个，别信他，这个李子怡就是个骗子，靠着坑蒙拐骗得到了太初圣女的信任。他要是有能力医治，为什么不先救助太初圣女？你找死！看，他急了。如果他能证明自己有能力，怎么可能拖到现在？现在的我还是太弱了。天赐良机啊！李子怡，
我看你如何翻身。一切还有机会。这是第7境的大圣威压，怎么可能？这玉佩储存着太初圣主的一击之力，能够瞬间将方圆万里夷为平地。要么让我救人，要么一起死。快阻止他呀！我对付不了他俩，还对付不了你吗？竟然踏足修行路了！是否医治独孤灵？开始医治，再拖一会儿，月离要没命了。竟然真的治好了！已获得恶难毒女圣体，已自动帮您消除负面效果，女性化。快点解毒！子怡，你又救了我。该轮到你了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李子怡，我可是李家少主，你别过来！这毒还挺好用，总算有些自保能力了。现在该解决下你俩的纠纷了。哼，这么说，你不仅治好了恶难毒体，还让二人握手言和了？在下分内之事罢了。师尊，子怡真的很好，没有她，我这次就见不到您了。这小子究竟有什么魅力？就在昨天，位于东域的剑阁传人出关了。号称要问剑天下。这方世界共有3大圣地、5大宗门，剑阁便是其中之一。传闻有剑心通明体质，位列10大圣体之一。更巧的是，我中州最近有一座秘境开启，乃是一位修行剑道的准圣所留。那剑阁传人定然不会放过。师尊最好了。子怡，咱们接下来就去准圣秘境吧。第6境准圣境留下的传承，难怪会有这么多人争抢。说起来，这方世界人人都求证第9境大地境，也不知我何时才能证到大地。秘境开启了，前往剑道迷宫中央，可获得秘境传承。倒是简单，穿过迷宫，应该就能见到那位剑阁传人了。跟在我身后。那个好像是太初圣女白月离，她身后那个男人是谁？圣女竟然还牵着她的手，那就是准圣传承，就看谁能率先拿到了。各位，残城有能者虽知，不如我们较量一番，决定人选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有资格号令群雄？这些都是各个宗门的核心弟子，修仙界的高层还是很讲规矩的，小辈竞争，老一辈从不出手干涉。大家请等一等，在下剑阁传人剑一心，特来取走传承，请大家不要与我争抢。剑一心的体质似乎有些问题，也是个盲人。我估计他这次来就是为了取走传承，好在传承中找到补全自己体质的方法。他也是盲人，我遇到的3大圣体都存在着缺陷，巧合吗？哼，我倒要领教下剑阁传人的厉害！大家一起上！咱们要动手吗？不用，我赌这传承医不好剑一心的眼睛。多谢诸位的留守，一心在此谢过诸位。怎么感觉自己受到了羞辱？这届的剑阁传人这么强悍吗？这么多年，总算能治好体质遗留下来的问题了。剑一心获得了传承，秘境要崩溃了。反正传承是没戏，不如抢了骨头，远走高飞。趁他还没调整好身体的平衡，大家快上！月离，该你出手了，拦住他们。太初圣地
白月离，请赐教。子怡，快动手！开始医治。子怡，你怎么样？简一心走火入魔失控了。该死，这下怎么办？都是没指望了，要拿下那个小白脸，让太初圣女换点零食花花。好机会，上！月离，不用管我，小白脸死到临头还装英雄呢。太初圣女现在可保不住你。谁告诉你，我只有一个圣女？独孤岭，你的救命恩人就快没命了，还有高手。就这几个小喽啰。幸亏我准备充分，提前通知独孤岭也来到秘境做准备。你是万毒圣女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好命？时间不多，赶快解决他们。解决了，好样的！快，压制住剑一心。看在你的面子上，我勉为其难和他联手一次。快！这个瞎子，离我们远点！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啊？今天，我们的黑暗都将彻底终结。医治剑一心。恭喜宿主实力达到第3境通灵境，宿主已恢复眼疾。子怡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前所未有的好。是你们帮了我，要谢就谢子怡。我能看见了。姑娘，请自重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剑阁传人就是这般不知礼数吗？他可是我的护道人哟。刚治好眼睛就往男人怀里钻，看来这准圣秘境的传承还附带倒贴的本事呢。医治之恩，没齿难忘，以后有需要，请您尽管吩咐。想不到自医之前竟然也是盲人，所以你我算是相互拯救，用不着谁感激谁。如今恢复了视力，下一步便是继续寻找九圣齿，提升实力。只有圣齿才能正道大帝，我若拥有9大体质，有很大可能正道当世大帝。该离开了。离开，你们哪儿都去不了。寒女洞天体、恶难毒体，还有刚出炉的剑心通明体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。你们是谁？知不知道得罪姑奶奶的下场？对，就是这个调调，老子就喜欢你这种。够了，速战速决，3大圣体在同一个地方，身边还没有护道者，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，不要出岔子。老大，那个男的怎么办？不用管他，一个吃软饭的小白脸吧。我曾翻遍太初圣地对各大宗门的记录，也没见过有哪家宗门修行这种气息的功法。他们的目标似乎是针对月离他们的体质。不留活口，杀！子怡，照顾好自己。我虽然有3境实力，但和月离他们相比还是不够，我还需要更多的圣体。对方是5境超凡境，月离他们虽然是第4境，但凭借着圣体的优势，能够战成平手。有时候我很羡慕你们这些体质，修炼天赋远超常人，还有与众不同的能力。再给我1年时间，我单手就能灭杀，攒个杂碎。可惜你们没机会了。我催动5行盘，你们2个动手。在这专门抽取体质本源的5行夺圣阵内，你们连凡人都不如。去，先当着他们的面把那个小白脸剁碎喂狗。这是失传已久的5行盘，传闻只有5行8卦圣体才能制作的法宝，
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不愧是大宗传人，见识不浅。杀了他们！五行盘能大幅度压制实力，如果不想办法破解，我们会被耗死的。一心，你的体质目前能洞察五行盘的弱点吗？不行，我的体质刚刚恢复，还做不到。破解五行盘才能有出路，只能靠自己了。剑心通明，洞穿万物缺陷，果真名不虚传。不好，要破解五行盘，先宰了那个小白脸儿。你们的对手是我，你专心破解，其余的交给我们。维持五行盘不能移动了，一旦五行盘破了，咱们会受到反噬的。最后一根。老大，再撑一会儿。熄灭了。留个活口，其他的杀了吧。你们刚才很嚣张。姑奶奶，别！谁派你们来的？为什么要针对各大圣体？放心，你什么都不会知道的。属于天邪教的时代即将来临，你们这些体质迟早要完蛋。专门杀圣体的组织，行事疯狂不择手段，而且功法极其特殊。那新的时代又是什么意思？而且月离他们的体质都有一定缺陷，需要后天弥补。说是巧合，鬼都不信。这是唯一的线索。这个时代并没有五行八卦体诞生，按理说五行盘根本不可能出现。咱们拿给师尊看看，让他定夺吧。五行八卦体位列9大圣体之一，乃所有圣体中最中正平和的体质。看来下一个圣体有希望了。你们呢？我没问题，我感觉我就快突破到第5境了，打算回去闭关。我打算回宗门里给大家报喜。五行盘的事情就交给你啦。好，大家路上小心。按照史料记载，最后一位五行八卦体早在1000年前就陨落了，谁也不知道他的遗址在哪儿。这次有人敢对你们动手，超出我的预料，是师尊的疏忽。师尊，多亏了子怡，我们才能脱困。这小子不仅恢复了眼疾，实力竟然也达到了第3境。这个年龄的第3境，放眼天下都是不错的存在。师尊，你有没有办法定位到最后一位五行八卦体的遗址？子怡需要这个。我不修堪舆之术，自然不清楚。但圣地往南300里有位阴阳老人，精通堪舆，你们可以去找他帮忙。子怡，咱们快去。阴阳老人脾气古怪，你们最好祈祷他心情不错吧。子怡，真的不用我跟你去吗？万一那个阴阳老人对你不利怎么办？放心，我有圣主流的手段，不会有事的。更何况，我不能事事都让你陪着我。你安心闭关，等我回来。回去闭关突破第5境，只有更强的实力才能保护好自怡。太初圣地李自一拜见阴阳前辈。昨天刚来一群诡异的老东西，今天又来个小东西，老夫心情不好，滚吧！前辈指的老东西，他们身上是否散发着一股万物枯精的诡异气息？不错，来找我的是几个第6境圣人境的老东西。若非老夫也是圣人境，恐怕他们要直接对我出手了。怎么，你见过他们？晚辈见过3名第5境的修士，气息如出一辙。然后呢？
我杀了他们，并且得到了这个，恳请前辈能帮我推演出最后一位五行八卦体的遗址，这对晚辈很重要。哈哈哈哈哈！杀得好，可惜老夫还是不会帮你推演。为何？堪舆之事夺天地造化，老夫每推演一次就会受到天地反噬。如今老夫寿元将近，暗伤积攒，早已不能推演了。推演果真可怕，没能治好前辈的所有暗伤，前辈能否为我推演？就凭你，这可是天道反噬，除非第8境的准地强者出手，否则谁能治好？晚辈愿意一试，若晚辈治好了，请前辈为我推演；若治不好，前辈大可取我性命。这小子修为不俗，又来自太初圣地，莫非是那位圣主的关门弟子？好，老夫答应你。阴阳前辈的修为刚好是第6境圣人境，前辈得罪了。检测到天道暗伤，对方为第6境圣人境，是否医治？医治。天道暗伤毕竟难治，有点疼也是在所难免的。暗伤真的医好了，如此一来，老夫还能再活100年！哈哈哈哈哈！还请前辈为我推演最后一代五行八卦体的遗址。放心，答应的事我必然会做到。推演需要时间，小子，你1个月后再来吧。我已经突破第5境超凡境了。若再碰上那3个贼人，就算有五行盘压制，我也能解决他们。厉害，我们家月离最棒了。据阴阳老人所说，上次找他的几人乃是6境圣人境，这股名叫天魔教的势力一心针对各大圣体，五行八卦体，我势在必得。已经推演出来了，按照罗盘的方向就能找到遗址。多谢前辈。小子，看你天资不错，愿不愿当老夫的弟子？晚辈无心拜师，望前辈谅解。此书乃我毕生真传，阵法符箓堪舆无所不通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前辈，这老夫是有条件的，下次再碰上那群诡异的家伙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都要彻底解决他们。老夫看他们很不顺眼。阴阳老人脾气古怪，果真名不虚传。晚辈答应前辈。按照罗盘的指引，最后一代五行八卦体的遗址就在五行谷下方。按照罗盘的指引，最后一代五行八卦体的遗址就在五行谷下方。这是最后一代五行八卦体，他竟然还活着！这是五行八卦阵，上古时期就有五行八卦体利用这种大阵晋级准地。这是世间最后一位五行八卦体，而且天邪教也似乎盯上了他。拼一把，我只需要接近他就好。这是庚金属性，想要接近他，必须先破解五行八卦阵。月离，为我护法，我来破解大阵。好，就用阴阳老人真传中的那招百阵万灭法。寒女洞天体，去！子怡，你没事吧？恶难独女圣体，剑心孤民圣体，这是我目前能够做到的极限，成败在此一桩。医治。别过来！我被那东西污染了！快走！前辈，我能帮您！小心！难怪五行大圣要自求于此。他和天邪教的成员似乎一样，但又保留着一定灵智，因此才束缚住自己。只是不清楚他到底是被什么东西污染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若不医好他，一个神志不清的五行大圣出去后便是全天下的灾难。五行谷震动，难道是那个老东西出来了？还是说有人闯入了五行谷？若非阴阳老人冥顽不灵，也不至于拖到现在才找到五行谷。
回去就请首领宰了他。五行谷有变，速来！若有机会，咱们就解决五行大圣那个老不死的。机会只有一次。太初圣主的一击之力不足以击杀五行大圣，还需要五行八卦阵的帮助。还要多谢阴阳老人的真传，否则我也不能这么容易破解五行八卦阵。去！灵气出了问题，快杀了我！灵气怎么可能会有问题？前辈，我这就给你医治五行大圣。成功医治五行大圣，获得五行八卦圣体，天下万法皆可用五行八卦来掌控。恭喜宿主达到第4境凝意境。我失败了。前辈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当年我寿命将近，决定必死关突破准地。突破准地需要沟通天地灵气，可灵气却出现了问题。我不仅突破失败，还被那股灵气侵蚀，丧失灵智，不得已只能用五行八卦阵来困住自己。如今我虽恢复灵智，却寿元将近，实力大不如前。小娃娃，我报答不了你的救命之恩了。这灵气会有天邪教成员身上的气息，如出一辙。当初那人说天邪教的时代即将来临，恐怕就是指的这灵气。小娃娃，一定要告知修仙界，不要再突破了，否则这股灵气就会趁虚而入。这种灵气在1000年前还很稀少，但它会污染其余灵气，现在恐怕成长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了。这岂不是说修仙界要停滞了？当下还没有准地诞生，更别提正道大帝了。把血带回圣地，如果修士们都吸收了这种灵气，恐怕要天下大乱了。天下大乱，小子，你说的没错。本想直接解决那个老不死的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把白月离的人头带回去，教主肯定会嘉奖我们的。天邪教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这2人实力都在第6境，不要硬拼，想办法撤出去。可惜太初圣主给我的玉佩用掉了，否则有机会斩杀他们2人。他们知道了灵毒的秘密，不要留手。上！明白。第5境和第6境有着巨大的鸿沟，单靠我们恐怕很难离开。小娃娃，让我来吧。他们的气息和灵毒一致，早已成为灵毒的傀儡。我们逃出去，把灵毒的消息告诉整个修仙界。老东西，你一个寿元将近、气血亏空的大圣，能奈何得了谁？本座再怎么不堪，也是大圣巅峰。放在本座全盛时期，你们给本座提鞋都不配！小子，一定要把灵毒的秘密告知修仙界。晚辈一定做到。阻止这老东西！老东西，你疯了！竟然要自爆！什么？自爆！大圣的自爆，准地之下，谁能挡住？一起死吧！曾经冲击准地境界的大圣，就这么陨落了。五行前辈，您一路走好。回去吧，赶回太初圣地，将这里发生的一切告诉圣主。这下该怎么办？等宗门解决吧，咱们修为低下，着急也没用。宗门发生了什么？拜见圣女。大人，宗门内的甲等灵矿
莫名受到了污染，产出灵石全都不能用了。长老们手段齐出，都无法解决污染问题，而且污染还在扩大。要不了多长时间，宗门的全部灵矿都要被污染了。没有灵石的话，大家就只能汲取天地中的灵气。但现在又有灵毒，这段时间，大家千万不要汲取天地中的自然灵气，先用储备的灵石支撑一段时间。说的轻巧，也不要贸然突破。风凉话就是好，我们1个月的灵石根本不足以支撑修炼。你这种人永远都不懂得修行的艰难，毕竟你只是一个凡人。你们没事。哼，太初圣地实力为尊，你在我们圣地白吃白喝这么久，说得过去吗？你，我只是给你们一个建议，听不听随意。得到五行八卦体后，我对针灸的运用越发熟练了，各大圣体的能力都能融汇在一起。你的腿会疼上1个月，下次记得管住自己的嘴。月离，我们走。他刚刚出手的速度，起码第4境强者。那灵矿我去看过，没有办法解决。而且不仅是我们，各家宗门的灵矿和资源点都出现不同程度的污染，整个中州的修仙界现在都在为此事头疼。师尊，污染很可能源自灵毒。灵毒？那是什么？这天邪教疯了，竟然敢图谋大圣境界的五行八卦体，还只会袭击你们这些小辈。师尊，灵毒如果不加以遏制，要不了多少时间，整个修仙界都不会再有灵石产出。到时候如果灵气再被灵毒污染，修士们的修为就再难提高了。此事非同小可，绝非一家宗门能解决的，需要修仙界齐心协力。我自身提升境界用不上灵石，但月离他们这些圣体都需要大量灵石，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圣主，可否让我去灵矿一看，或许能发现解决之法？尽管去吧，如果你也解决不了，那太初圣地就没人能解决了。这个五行大师真是个疯子，临死了还要自爆。若非教主给他法宝，这回就栽了。行了，解决了五行八卦体就成，只可惜让寒女洞天体的白月里给跑了。我听说咱们教主要对那个菩提境氏圣体动手了，那可是大圣境的强者，离准帝只有1步之遥。哼，那个老东西空有境界，却实力低微，灵毒已经开始扩散，教主不允许有人能解决灵毒，所以那个菩提境氏体必须死。灵石源自灵矿，一旦被污染，再加上灵毒，全体修仙界的修为都会停滞。现在连准帝强者都没有诞生，灵毒过后，就更不可能有人能正道大帝了。失败了。菩提境氏圣体为9大圣体中最温和的体质，极其擅长治疗，而且拥有者的寿命也会延长。无法医治，但暂时隔绝还是能做到的。如此一来，其余灵矿就算是保住了。四一，独孤灵和剑一心来信，希望你能去他们宗门一趟。他们说各自宗门附近的灵矿也出现异常，只是程度还没这里严重。师尊担心，这不是单独一处灵矿出事。没办法，灵毒我暂时还不能解决，只是布下阵法限制灵毒的扩散。这已经足够了。相比其他宗门，我们太初圣地能保下一大笔灵石。师尊让我通知你，7天后，中州各大宗门会在毛角山展开会议，来商议如何解决灵毒。师尊说，会议不只是太初圣地、万毒圣地剑阁，还有中州各大宗门都会到。就怕来不及，各大宗门齐聚，希望能遇到一位圣体。他就是李子怡。
倒要看看这小子究竟有什么本事。抱歉，我来晚了。菩提前辈来了，有菩提前辈在，此次会议定能圆满结束。这位是拥有菩提净体的菩提大圣，他一生好善乐施，在整个修仙界都富有名气。此次各大宗门都是冲着他来的。菩提净尸体，这次会议没白来。诸位，我们中州此次开展会议，是为了解决最近突发的灵毒，以及最新诞生的势力——天邪教。那天劫教，你就听着唬人，若他们真有本事，早就开宗立派了。不错，依我看，解决灵毒才是重中之重。这些门派宗主都太过乐观了，真是无知者无畏。天邪教成员连五行大圣都不放在眼中，真不敢想他们的教主究竟是何等境界。这就是被污染的灵矿，谁能净化被污染的灵矿？我太初圣地愿奉其为太上长老，我万毒圣地同样如此。能净化灵矿者，可为我剑阁座上宾。各位同道，在下愿意尝试。这灵矿邪门得很，若和灵石放在一起，连灵石中的纯净灵气都会被污染。真不敢想，修士吸收了这种灵气，会发生什么？有菩提前辈出手，定能解决这怪东西。抱歉，老夫失败了。怎么可能？连菩提前辈都失败了，那这个修仙界谁还能解决灵毒？如果灵毒问题不解决，假以时日，我们再无灵石可用，整个修仙界的修为都会停滞。我女儿吸收了被污染的灵石，现如今昏迷不醒，谁有解决之法，老夫这条命就是她的了。唉，现如今已经有修士吸收了这种灵石，神智癫狂，见人就杀，反倒是凡人没有受到影响。可长时间下去，失去神智的修士只会越来越多，遭殃的还是凡人。小子，这种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都不打算出手吗？诸位，太初圣地李自一愿意一试。黄口小儿大言不惭，连菩提前辈都铩羽而归，你区一个无名小卒也敢出来哗众取宠？太初圣地真是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这种关乎修仙界存亡的大事，岂容你一个毛头小子拿来出风头？滚下去！这小子还真敢在众目睽睽之下出马。系统显示，只要能得到菩提净尸体，就能小范围抑制灵毒。菩提大圣拥有菩提净尸体，即便不能根治灵毒，也不至于连一块灵石都医不好。除非菩提大圣是故意医不好的。连菩提前辈都不能做到的，一个小娃娃也敢大放厥词！这小子恐怕就是用这招讨圣女欢心的。菩提前辈的菩提净尸体都失败了，你凭什么？凭你年纪小，还是凭你身边站着几位圣女？年轻人想出风头可以，但若把这灵毒弄炸了，害死在场诸位，你担得起吗？子怡，别听他们的，你大胆去做。等你医好了，狠狠打他们的脸。
他有没有本事，看着便是。等会儿谁再嘴硬，我第一个记住他的脸。大月里独孤灵剑一心，3位天之娇女竟都替他说话，这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？我虽没有菩提净世圣体，但将被污染灵矿中的灵毒转移，应该是能做到的。成功了，只是这种办法效率低下，想大范围医治，就必须获得菩提净世圣体。开什么玩笑！他竟然成功了！连菩提大圣都没做到的事情，竟然让一个毛头小子做到了。这灵气真的纯净了，一点灵毒都没有。李小友，方才是我眼拙。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刚才不是挺会说吗？脸疼吗？李子怡，我愿出3件法宝，请你来我宗门医治灵矿，我出3万灵石，本座出10万灵石。我宗愿奉李小友为客卿长老，灵石法宝任你挑。只要小友先来我宗，老夫愿开放宗门保护3日。诸位不必争，灵毒若不根治，今日净化1块，明日便会污染10块。我需要的不是报酬，而是找到灵毒源头。完了！那个混蛋故意不让我医治好被污染的灵矿，还让我提防能够医好的人。现在那个李子义真能医好灵矿，莫非我真要按照他说的做？这个混蛋，老夫行善一生，竟然要挟老夫，谋害这么多人的性命！菩提大圣，空有大圣修为，实力真是低得可怜呐！我与阁下无冤无仇，阁下为何要杀我？不杀你也可以。3天后的中州会议中，我要你伪造出医不好灵矿的假象，并且想办法解决会议中的所有人。你休想！更何况我实力低下，怎么可能做到？你会做到的，放心。若非本座暂时无法出手，你早就死了。你杀了我吧！我行善一生，只会救人，不会害人。爷爷，救我！你敢动我孙女？你这是在逼我！在本座面前，你连同归于尽的资格都没有。要么去做，要么看着你孙女去死。你再犹豫，你孙女就没命了。我保证她会死的，很痛苦。对不起了，诸位，老夫救人无数，今日不得已才要害人。若有来世，老夫愿受万劫，不再辩解。想要根本解决灵毒，还需要菩提大圣的帮助。虽然不清楚他之前藏拙的原因，可若菩提大圣跟传闻中的一样，那应该没有太大问题。不对，他的气息被什么东西污染了。晚辈需要和菩提大圣共同出手，才能彻底医治各大宗门的灵矿。小有医术高超，再配合上菩提前辈的菩提净世圣体，灵毒很快就会被解决。有此2人，真乃我中州之幸啊！不知前辈意下如何？前辈，若你真有苦衷，最好现在给我一个眼神。诸位，得罪了！我无意害人。
但为了我孙女，不得不这么做。胡天前辈，你在干什么？这气息和被污染的灵石如出一辙，你疯了吗？菩提，你这是在助纣为虐！难道菩提大圣也是天邪教成员？最起码和天邪教有关联。圣主，能解决吗？很难，毕竟是一位大圣，如果他不惜代价，甚至舍弃生命，我们短时间内无法突破。坚持住！只要困住他们足够久，他们迟早会被灵毒污染。这老东西发什么疯？竟然要燃烧精血！周围的气息很不对，必须赶快破局！这些全都是灵毒，如果不赶快离开，要不了多久，我们都会被灵毒污染的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做了，并且我燃烧了精血，实力大减。你也不用担心日后我会报复你。快把我孙女放了！你孙女啊，抱歉，早就顺手处理掉了。你以为我给你的东西只是用来困住他们的吗？只要一开启，连同你在内，会污染范围中的一切。从始至终，我就没打算让你们活着。你们到底想干什么？这个时代的圣体太多了，不仅是中州，其余4州也有圣体现世。本座正道大帝的道路上就多一个敌人。等你们死后，天下9大圣体就死了4个。我被他骗了，连带着陷害了所有人的性命。菩提，你真要和我们拼命不成？我们3位大圣联手，未必不能打破这牢笼。各位，我被天魔教陷害，他们拿我孙女为要挟，逼我在此地陷害你们，结果他们却没有放过我孙女。我无法控制灵毒，一定要杀了天魔教的那帮畜生！老夫不求诸位原谅，只求诸位活下去，替那些无辜之人讨一个公道。连菩提大圣都奈何不了天魔教，完了，我们被天魔教做局了。自身灵光越然美亮起一次，越是催动灵力压制，体内灵毒就越像找到了食物，吞噬的更凶。我们3人联手，打破这牢笼。成了中州的千古罪人。一切还有机会。我若能获得前辈的菩提净释体，再加上我的医术，就有机会破除灵毒的牢笼。古往今来，还从未听说圣体能够相互转移的，这恐怕很难做到。小友，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能让大家活下来就好，哪怕杀了我也无所谓。小友，别救我，救他们！医治菩提大圣，结束这一切。这颗晶核很有可能就是灵毒的源头之一。成功医治菩提大圣，获得菩提净释圣体，恭喜宿主实力达到第5境超凡境。
好了，子怡成功了。这小子还真有2把刷子。整个中州都束手无策的灵毒，就让这小子给解决了。成功了。虽然无法解决灵毒源头，但好歹能解燃眉之急。若想大范围解决整个天下的灵毒，还需要更多体质。我险些酿下大错。杀了他！这老东西想坑害咱们整个中州，这绝对是他的苦肉计。够了！这灵毒是李子怡解决的，还轮不到你们说三道四。菩提大圣如何处置，交由李子怡决定。各位，老夫自知对不起整个中州，如今老夫气血枯竭，时日无多，愿以死谢罪。前辈，娃娃，天邪教那个混蛋要杀光天下圣体，以免威胁他正道大帝。我死后务必为我和我孙女报仇。最后，就让老夫用生命赎罪吧。又一位圣体陨落了，菩提前辈，你一路走好，我定会剿灭天邪教，为您报仇。菩提前辈燃烧圣体，整个中州的灵气暂时恢复正常了。唉，这老东西临死前才算干了件正事。呸！亏我们之前这么敬重他。天邪教连大圣境强者都不放在眼中，你们有时间打嘴炮，不如想想怎么对付天邪教。天邪教已经离开了中州，他们的目的是杀死全部圣体。我们要做的就是拼时间，赶在天邪教之前汇合其他圣体，共同抗衡天邪教。李子怡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你对灵毒最熟悉，理应你来做决策。中州的恢复只是暂时的，灵毒迟早还会回来。我最大的优势就是提升境界不用灵石。天邪教也没有发现我拥有体质的秘密。中州的圣体全都在这里，至于其余4域，目前只有南疆的洪荒圣体有圣体出世的消息，乃是宇宙洪荒体。接下来你们3个就不要离开宗门了，全力提升实力。那你呢？天邪教不把我放在眼里，我去南疆寻找宇宙洪荒体，进一步提升实力。圣主大人，在我回来之前，中州要整合势力和资源，天邪教在暗，我们不得不防。事情既然到了这一步，不如更果断一些。中州宗门全部集结在一起，由我、万毒圣主、剑阁宗主3人带头，防备天邪教。这期间，各大宗门必须上交全部资源，为各大圣体提供修炼资源，不惜一切代价提升他们的实力。我没意见，天邪教想正道大帝，我们就和他们争。一个时代只能由一个大帝，看看谁能笑到最后。剑阁同意太初圣主的想法。各位宗主，你们意下如何？愿为太初圣主效力。从今日起，中州资源优先供给圣体修炼，其次用于净化灵毒，重建灵矿。谨遵圣主令。中州暂时整合，可天邪教的目标不止中州。若其余4域没有防备，
只会比中州更惨。子怡，我们跟你一起去。你每次都说自己能解决，可每次都把最危险的事揽到自己身上。这一次，我不想，只在后面等消息。你一个人去南疆，太危险了。南疆情况不明，可天邪教藏在暗处，若有人伏杀你，我至少能替你挡一剑。天邪教的目标是你们，而不是我。我一个人去最好。你们留在中州，不只是安全，也是震慑。天邪教刚刚失守，短时间内未必敢再正面进攻中州，但若你们离开，他们反而可能趁虚而入。你现在实力在第几境？要是太弱，我绝对不答应你。你要是连自保都做不到，就算绑，我也把你绑回太初圣殿。独孤圣女，关键李子怡还真有人护着。得到菩提净士体后，我已经达到第5境超凡境，足以媲美第6境圣人境强者。中州暂时无忧，但其余4域还不清楚是什么情况。希望灵毒还没有蔓延到那边吧，否则又是生灵涂炭的景象。子怡，在南疆碰上天魔教，就捏碎此令牌，我们3人会破开虚空赶到。放心，李子怡定当赶在天邪教之前找到宇宙洪荒体。李子怡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南疆也蔓延起灵毒了，连灵矿都会被污染，更何况是老百姓的庄稼呢？天邪教，你们真该死啊！当时9大体质我已经获得了5个，目前只有宇宙洪荒体的消息。东海、西漠、北原3个地方，从未传出过圣体出世的消息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县长，求你们去看看吧，庄稼都荒废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要饿死了。县长，我儿子才1岁，不能被活活饿死啊！植被枯竭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连我们的灵矿都枯竭了，老子帮你们，谁来帮我们？一群渔民，赶紧滚！县长，求您发发慈悲心吧，我们真要饿死了！你找死！堂堂洪荒圣地，连老百姓都不放过吗？你是何人？师兄，此人气息非凡，还是小心为好。奉太初圣主之命，前来南疆调查灵毒一事。灵毒？你是指那些黑色的灵气？太好了，整个圣地都拿这玩意儿没办法。太初圣地高义啊，这位兄台，这边请。先跟我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兄台有所不知，灵毒蔓延后，资源都枯竭了，我们洪荒圣地也需要资源储备，因此就没有向凡人发放粮食，所以就让他们活活饿死是吗？哼，你说的轻巧，有本事你去给他们发粮食。啊！300块上等灵石，去给他们发粮食。这全都是没有被污染的灵石。这人究竟什么来头？难不成想当那救世医师？李道友，我们圣主3年前闭死关，寻求突破，东府的封禁谁也打不开，因此暂时见不到他了。若你着急的话，可以去疯魔窟找我们的2名圣女。这长老竟然说洪荒圣主并非宇宙洪荒体，那洪荒圣地还有谁能是圣体？自从你说的灵毒爆发后，2名圣女
便决定前往封魔窟寻找解决方法。封魔窟乃南疆禁忌之地，里面灵气混乱，深入其中的修士修为会受到压制，和灵毒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传说就有宇宙洪荒体陨落其中。眼下那2名圣女是圣体的可能性最大，再不济就寻找陨落的宇宙洪荒体，去获得圣体。我这就去封魔窟，洪荒圣地务必要警惕天邪教。道友放心，老夫这就令圣地警戒，当然也不会忘了圣地外的凡人。传闻宇宙洪荒体天生擅长时间与空间两道，天生克制其余流派的修士，这里很有可能就是宇宙洪荒体的陨落之处。灵毒在不断扩散，如果洪荒圣体突破时吸取灵毒，下场就跟五行大圣一样，丧失灵智。抓紧时间。来了个厨，看样子不是同道中人啊。管他是什么人，魔修的宗旨就是杀人夺宝。看来你们这群魔修是把封魔窟当作栖身之地了。是又如何？不管你是什么天才，封魔窟中实力越强，被压制的就越惨，连洪荒圣地都奈何不了我们。去死吧！你是什么境界？问阎王去吧。这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如今我已是第5境，再配合上各大圣体，足以媲美第6境圣人境强者，总算不用躲在女人身后了。大人，我是被逼过来的，我杀的人不多，就杀了点凡人而已。有没有见过2个女子进来？见过，之前有2个女人进去，她们法宝众多，我们打不过，就放她们进去了。大人，能放我走了吧？身为修士，连凡人都不放过，你不死谁死？姐姐，空间法则只能让1个人出去，我送你出去，记得帮我抱住。不行，要死我们一起死！我用时间法则恢复我们的状态。空间封锁。姐姐，再拖下去，灵气耗尽，我们都走不了。我答应爸妈照顾好你，我们大不了一起下去见爸妈。你俩不用争了，谁都死不了。你是？小灵的毒用起来挺顺手，好强！这么多第5境的妖兽，他一个人就解决了。奇怪，他怎么没有被封魔窟压制修为的迹象？你们就是洪荒圣女，云望舒和云望柔吧？那你们谁是宇宙洪荒体？还是说封魔窟内部有陨落的宇宙洪荒体？我和姐姐都不是宇宙洪荒体，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了找到宇宙洪荒体。另外，找到解决外界污染的办法。洪荒圣主那个蠢货，在这个关头闭关突破，活该你突破失败。真是个肥差呀！只要把这玩意儿插入灵眼，我就为教主立下大功了，还能顺势突破，成为第7境大圣境。到时候，除了教主，谁也不是我的对手。那灵毒竟然覆盖整个天下，天魔教想推动灵毒的污染，还请李道友出去后为我洪荒圣地驱除灵毒，洪荒圣地必有重谢。还是先找到宇宙洪荒体再说吧。越往深处走，修为被压制的越厉害。我体内的灵力运转已经十分艰涩了。传闻宇宙洪荒体拥有夺天地造化之物，哪怕只是一具残骸，能形成这等压制修为的绝地，倒也说得通。不可掉以轻心，这里的气息不仅是压制修为那么简单，灵毒的浓度
也在不断攀升，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，大家都小心些。奇怪，这已经到头了，没见到宇宙洪荒体的残骸啊。这是怎么了？不用找了，这里根本没有什么宇宙洪荒体，封魔窟就是这玩意儿一手造成的。这东西的气息，我在中州见到过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里就是南疆大地的灵毒源头。这东西的气息和菩提大圣的那颗黑色金核如出一辙。封魔窟之所以会压制修为，就是因为灵毒太过浓郁。如果让这玩意儿苏醒，整个南疆修士都会被压制修为，甚至被灵毒主动侵蚀。离开吧，之后彻底封锁封魔窟。离开？你们走不了了。教主可不会允许有人发现灵眼的存在，毕竟这可关乎教主的成帝大计。小心，他是第6境圣人境，我们3个都是第5境，境界越高，被压制的越惨，未必不能一战。怎么会？他竟然没有受到压制。本座的实力来源灵毒，怎么会被灵毒压制呢？你是什么人？你的境界还不如我，怎么可能挡下攻击？太初圣地，李自一，原来是圣体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。不可能，即便是圣体，也要受到压制。你们畏之如虎的灵毒，对本座而言，就是最精纯的灵气。在封魔洞里，你们越挣扎，死得越快。你说的对，圣体也要受到压制。可问题是，我不止一个圣体，灵毒拿什么压制我？李大哥竟然这么强，能跨境战斗，这简直超出常理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同时拥有这么多圣体？难怪他敢一个人闯封魔窟。这已经不是天才了，这是打破天地规则的人。去！一个不够，那就3个一起上吧！该死！我已经祭出圣人境独有的法身灵体了，竟然还不是这小子的对手。算了，不能和他纠缠。等唤醒灵眼，我成为大圣强者，轻松灭杀这小子。天邪教就拿你收些利息。那灵眼应该不单单只是引发灵毒的吧？还有什么用处？天下共有5大灵眼，教主融合一个就能成为准地强者，就能晋级大地。你说有什么用？5大灵眼对应5大域，我只能解决南疆的灵眼。若真让那天邪教主成为准地，那就真的来不及了。李大哥，小心！本座名叫影魔。看家本领就是影分身。该死！就差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本座即将成大圣境强者了。天邪教的实力源自灵毒，现如今影魔成为第7境，我即便拥有众多圣体，也很难跨2境战斗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只能回去搬救兵。大圣境强者不是我们能对付的。我先跟你们疗伤，然后再离开这里。1至2人可获得宇宙洪荒体。原来如此，洪荒圣地并非没有宇宙洪荒体。
而是宇宙洪荒体分开，同时在2个人身上了。开始医治。李大哥，做你该做的。若能阻止灵眼，就不用顾忌我。放心，我说过，你们谁都死不了。成功医治云望舒、云望柔，获得宇宙洪荒体，实力达到第6境圣人境。恭喜宿主，掌握时间法则与空间法则。李大哥，我怎么感觉你境界提升了？哈哈哈哈哈！终于成为大圣强者了，准地之下，谁也奈何不了我。那小子竟然有手段驱散灵毒，还有诸多体质。我若将他拿下，又是大功一件。等到教主成为大帝，说不定我也能捞个准地境界。还有这2个女人身上的时间与空间气息，若一并献给教主，教主必然大喜。不能杀这小子，要活捉，要把他身上的秘密一点点挖出来。小子，乖乖过来送死！是吗？什么情况？我不是已经成为大圣境了吗？相差2个境界，我的确不是你的对手，但现在我们只差1个境界。这小子竟然也破境了，究竟是什么怪胎？不可能！本座可是大圣，准地之下第1人。宁，这是空间法则。你分明没有宇宙洪荒体，怎么可能运用空间法则？这可是准地才能领悟的能力啊！不好意思，刚刚得到的圣体正好拿你开刀。如此年轻的圣人境强者，大帝年轻时恐怕就是这样出色。不，普通大帝年轻时也未必能同时掌握这么多圣体。他不是继承宇宙洪荒体，他像是在让宇宙洪荒体重新完整。之前是拿你没办法，现在一切都还来得及。这么浓郁的灵毒，整个南疆都将沦陷。李大哥，求你出手，帮帮南疆吧！洪荒圣地中的资源，你尽管拿。谁都不想看到生灵涂炭的样子。放心，我不会袖手旁观的。宇宙洪荒体，带我离开封魔窟。空间封锁，时间逆转。目前我虽然拥有了宇宙洪荒体，但只能小范围逆转时间，所幸灵眼苏醒的时间并不长。五行八卦体，五行八卦阵，封锁封魔窟。5大灵眼，我只封锁了1个。希望天邪教还没有唤醒其余的灵眼。多谢李大哥，拯救南疆。李大哥，你现在有道侣吗？灵毒还未根除，天邪教还未除去，岂能儿女情长？对了，你们能否打开洪荒圣主的洞府？现在灵毒蔓延，突破准地必定会失败，我们得去阻止洪荒圣主。师尊给我们留下了打开洞府的钥匙。
那是洪荒圣地的方向。虽然还未突破准地，但收拾一个洪荒圣地足够了。李大哥，你还不是准地，想杀我，未免也太自大了吧？这家伙实力已经达到了大圣境巅峰，10个影魔榜一块都不如他。你这个古怪的小子，给本座留下来吧！这是大圣境强者才拥有的空间传送能力。原来如此，那小子身上带着空间传送的令牌，你就是天邪教的幕后黑手。总算逮到你这个混蛋了。小心，此人的气息很强，已经离准地不远了。本座就在这里，你们3人联手又能如何？即便本座还未到达准地，那也不是寻常大圣强者能够碰瓷的。混蛋！冷静！如今天邪教只出现他一个人，小心还有援兵。待本座炼化灵眼，晋级准地，倒要看看天下谁还能拦我！我有预感，即便我们3人联手，也只能勉强和他打成平手。一旦让他晋级准地，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圣主，天下5域共有5处灵眼，一旦让天邪教主融合1处灵眼，他就会晋级准地，融合全部灵眼，他将成为当世大帝。子怡，直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吧。中州是我们的大本营，南疆的灵眼已经被我封锁，天邪教要找，只能找其余4处灵眼。我提议回到中州整合力量，监视其余3州，一旦有灵毒大规模爆发的痕迹，就要不留余力去阻止天邪教。没问题，现在已经到了唇亡齿寒的地步。接下来，希望你们整合洪荒圣地，与我们联手对抗天邪教。天邪教杀我师尊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李大哥，我们听你的，一起对抗天邪教。这小子的女人缘未免也太好了吧？这才多久没见，又多了2个。如今只剩下造化大云体、天地星辰体以及最神秘的混沌体了。3位前辈，天邪教想抹杀全部圣体，我的实力提升也离不开圣体，是否有其他圣体的消息？据我所知，天地星辰体很是特殊，这种体质的修炼依靠天上星辰，修炼过程极其痛苦且缓慢，但一旦成为准地，那就有很大可能晋级大地。已经300年没有听过天地星辰体的消息了。万年前混沌大帝飞升之后，
就留下混沌体，乃是9大圣体中最强大的传说，但至今都没有混沌体出世，这一直是修仙界的未解之谜。我们洪荒圣地倒有关于造化大炎体的消息。传闻造化大炎体是一棵古树，历代的造化大炎体都是通过这棵树获得的圣体。这是造化果，造化大眼树一旦出世，此果就会指明方向。多谢。如今只差3大圣体，一定要赶在天邪教主之前晋级成帝。接下来我们要积极备战，和天邪教抢时间，绝不能让天邪教主成为准帝。这个李子怡修为提升的这么快，跟他身边聚拢着一群圣体有着密不可分的原因。李子怡，不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，永远都不可能得到天地星辰体。本座利用星辰推演，造化大眼术将在东海出世。你们前往东海，不惜一切代价毁掉造化大眼术。尔等前往北原，利用灵毒晶核唤醒灵眼。教主，那您呢？还轮不到你来指示本座。子怡，你回来了。如今我已经是圣人境强者了。我们如今也是圣人境了。以后我们跟你一起对抗天邪教。好。圣主他们是大圣境，我和月离等人都成为圣人境，这样的实力，不知能否对抗天邪教。只要天邪教主没有成为准帝，就完事好说。这是造化大眼术出世了！造化大眼术在东海出世，我们前往东海。好。一群蠢货，真以为本座会傻乎乎等着你们来阻止我？虽然中间出了不少意外，但等本座成为准帝，一切抗争都将灰飞烟灭。这就是北原的灵眼。教主真是偏心，让水魔他们去找造化大眼术，那可是能获得圣体的神术啊！够了。那是北原的方向，看来天邪教开始动手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出发吧！李子怡他们去了东海，我们3个全部出动的话，如果是声东击西，怎么办？没办法，天邪教主实力强大，我们必须联手才行。而且，我们不能躲，即便真是陷阱，也得跳进去。岂能坐看百姓受苦？那就是造化大眼术。传闻造化大眼术有活死人生白骨的作用，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进去看看吧，就是刀山火海也要闯一闯。绝对不能让天邪教获得造化大眼体。是天邪教的畜生！他们这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小心，我们即将进入菩提造化术的幻境，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苏醒过来，
否则性命难保。一定要赶在他们之前苏醒，否则真要任人宰割了。后辈，你已进入造化幻境，成功打破幻境，将有资格获得造化大掩体。如果我失败了呢？轻则重伤，重则身死道消。真是残酷啊！在幻境中，我的修为都消失了，连圣体都无法使用。只是我如何才能打破幻境？这可怎么办啊？为什么老天爷要让我们遭受这种灾害？那股黑雾让我从高高在上的仙人沦落为凡人。那股黑雾，难道这是灵毒彻底爆发后的景象？看来每个人的幻境，都是自己最不想面对的那一幕。这位大人，求求您救救我孩子吧！他得了怪病，马上就要病死了，求您发发善心吧！灵毒蔓延，民不聊生，我可真该死啊！我试一试吧。虽然境界消失了，但好在系统给予的医治能力还在。多谢仙长，多谢仙长！我要饿死了，你也帮帮我吧！我要饿死了，仙长！咱们一起动手，一定要完成教主的任务。他们明显也是圣人境强者，我们突破幻境失败，现在状态极差，那就跟他们拼命，绝不能让他们打扰到自医。都这时候了，还想护住那个小白脸，那你们就一起去死吧！你们休想过去！给我破！
娘们真是疯了，竟然不惜燃烧圣体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他们！别耽误时间，接四象阵法！好，好。一定要撑到子怡离开幻境！子怡，一定要快啊！总算都解决了，这下总能……怎么回事？我已经医好了所有人，为什么还在幻境中？我不是已经医好他们了吗？怎么又出现了？你医好又有什么用？等你离开后，他们还是饱受灾害。我不会离开的。连准帝都有寿命限制，成为大帝后就会飞升。你走后，谁来救他们？凡人之所以饱受痛苦，是这座天地出了问题，灵毒蔓延，天邪教推波助澜。哪怕我日后无法成为大帝，也会为了这座天地与天邪教抗争到底，哪怕舍弃我的性命，也要彻底解决灵毒灾祸。月离，独孤灵，你们坚持住，我很快就会出去。凡人的痛苦在于天地，在于修士的欲望。我发誓，哪怕粉身碎骨，不入轮回，要医治好这座天地。如果成为大帝才能做到，那我正道大帝。恭喜道友，成功度过幻境。本来可以跑的，偏偏为了那个小白脸，把命葬送在这里。子怡，你一定要突破幻境，为我们报仇。谁敢伤他？原来是你这个小白脸醒了。子怡。独孤灵、简一心他们两个，放心，我回来了，一切还有机会。就算你醒了，又能如何？你的下场只会和那3个女人一样。空间封地，你的能力困不住我多久。你们是靠阵法来维持力量的，那你们知不知道？五行八卦体精通世间一切阵法。怎么可能？他竟然破了教主的4项阵法！这是替月离打的。
这是替剑一心打的。同为圣人境，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强大的战力？这是替被天邪教祸害的天下苍生打的。造化大掩体，传闻能活死人生白骨，配合上我已经获得的各大圣体，未必不能起死回生。是否医治造化大眼术？医治。成功医治造化大眼术，获得造化大眼体，准地之下可起死回生。恭喜宿主晋级第7境大圣境。这是造化大眼体。造化大眼，起死回生。不是，起死回生，子夜，你成功了！如今我已是大圣境，和太初圣主他们联手，应该能解决掉天邪教主。这场幻境之行，毕生难忘。无论如何，都要解决天邪教。希望一切都还来得及。圣主，这段时间天邪教有什么动静吗？我们前往北原，阻止了一批天邪教成员，他们试图唤醒北原的灵眼。奇怪的是，我们并没有遇到天邪教主，那明显是一批小虾米，估计是出来引人耳目的。但我们又不得不去。最恶心的是，他们选的时机太准，北原灵眼一旦被唤醒，整个北原修士都要遭殃。我们明知道可能是诱饵，也不能不救。这不是阴谋，是阳谋。他赌我们不会拿一域生灵冒险，所以他真正要去的地方，一定是我们最来不及支援的地方。好，南疆的灵眼被我封印，天涯教主也没有出现在中州、北原、东海，唯一的地点只剩下西漠。这小子怎么突然成为大圣了？这个年纪的大圣强者，他已经刷新历史记录了吧？这是堂堂正正的阳谋。天邪教主算准我了，不会抛弃其一，因此独自一人偷偷摸摸地前往西漠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天邪教主现在已经在融合西漠的灵眼了，要不了多少时间就会晋级准地。这是货真价实的准地气息。看来天邪教主就快成功了。
万毒圣地奉陪。如果真到了绝境，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获得其余2大圣体：天地星辰体和混沌体。圣主，可有天地星辰体和混沌体的消息？并无消息。但按理说，我们身处的时代是灵毒爆发、天地回光返照的大时代，所有体质都会现世。混沌体太过特殊，可天地星辰体没理由不出现。除非天地星辰体的拥有者刻意隐瞒自己，最怪的还是混沌体。混沌大帝之后，世间就再也没有混沌体出现过。天地星辰体隐藏起来了，唯一的疑点是灵毒爆发，几乎所有修士都没有提前探查到。为何只有天邪教主提前注意到，并成立了天邪教？他还能精准定位到每一个灵眼的具体位置。各位，我需要去找阴阳老人一趟，确认一件事。放心吧，自缢，准备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小子，我们才多久没见，你竟然已经成为大圣境强者了。说来话长，前辈，你已经知晓天下将乱、天邪教和灵眼的事情了吧？我正打算前往毛角山参战呢。怎么了，前辈？您如今是天下堪舆第一人，如果有心探查，能否在灵毒爆发前预知灵毒之祸，并且勘察到灵眼的具体位置？这不可能。灵毒乃天地自我生成的，极其隐秘，除非准地强者有心探查，否则谁也不能提前发现灵毒的秘密。天邪教主之前并非准地，难道我猜错了？除非是传说中的天地星辰体。天地星辰体极为特殊，修炼过程需要炼化天空中的星辰，过程痛苦且漫长。可一旦让天地星辰体炼化星辰，就能根据星辰来观察天地。因此，只有天地星辰体能够在成为准地前，提前观察到灵毒爆发和灵眼的位置，那一切都说得通了。天魔教主早在成为准地前就发现了灵毒的秘密，并且利用灵毒将自身实力迅速提升到大圣境，创立了天邪教。可惜这只是猜测，不能肯定，大战在即，无法确定。前辈，关于混沌体的消息，您知道多少？那都是万年前的事情了。唯一疑点是大时代，大时代会促生全部圣体出世，而寻常时代只会有一位圣体罢了。我们所处的便是大时代。上一个大时代则是万年前混沌大帝所处的时代。当初混沌大帝正道大帝前，明明还有其他圣体存在，可偏偏只有混沌大帝成功了，之后就再也没有混沌体出现。在混沌大帝之前，似乎还未流传起混沌体的传说。前辈的意思是，混沌大帝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变数。那当年其他的圣体呢？难道都成了陪衬？这也是老朽百思不得其解之处。按理说，圣体皆有争夺天命的资格，但万年前关于那些圣体如何落败，甚至如何陨落的记载，仿佛被人刻意抹去了一般，只留下寥寥数语，毫无痕迹可寻。不错，所有的光芒都被混沌大帝一人掩盖，没有传承，没有潜力。这混沌体就像是生生从那大时代的惨烈角逐中凭空变异出来的一样，凭空变异，毫无经验可循。难怪连前辈你也看不透，混沌大帝只有他一位混沌体，天地星辰体还有一定把握，混沌体就真的只能赌一把了。
况是你。整个中州的宗门都集合在这里了，南疆的洪荒圣地也赶来了。这是我们目前能召集的全部力量。这些力量恐怕很难抗衡准帝。目前已经确认，除了中州之外，其余4域已经沦陷。天邪教主已经融合了4处灵眼，实力恐怕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。连我在内，共有4名大圣境强者，数名圣人境，这样的阵容，一旦开战，真的只能赌一把了。你们都准备好受死了吗？现在若有反悔的人，本地允许你们加入我天邪教。魔头，人人得而诛之！你死心吧，我们不会加入天邪教的。冥顽不灵，那你们就去死吧！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。结阵！那些炮灰就交给你们，若是失败，你们也就不用活了。遵命！3位前辈，帮我拦住天邪教主，我需要近距离接触他。连圣人真身都用上了，可惜准帝之下皆为蝼蚁。我们竟然不是他的一招之敌。没办法，差距太大了，只能亲了。好，诸位，燃烧精血，援助李子怡。天邪教主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利用阵法将自身实力强行提升到半步准帝境了，可惜我乃准帝巅峰，你试试就知道。这一招看你还怎么躲！空间封锁。五行八卦挪移。
即便你能暂时限制我5秒，但凭你的攻击，可破不开我的防御。谁说我要攻击你了？我果然读对了，意志。你对我干了什么？你很快就知道了。成功医治天魔教主，获得天地星辰体，恭喜宿主成为准帝。现在才正式开始。他的气息怎么突然上涨了？准帝的气息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也成为准帝？你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。准帝之间亦有差距，小子别高兴得太早。是吗？这8个圣体，这怎么可能？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拥有这么多圣体。上百年怎么能允许？子怡他成功了，他晋级准帝了。这小子竟然真的能成为准帝！你以为我什么都没有准备吗？除非你现在晋级大帝，将储存的血气全部交给我。这是其余4域的凡人和修士，已经把他们全部炼为了血气。还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教主，血气都已经给您了，不是还有你们吗？停手吧，你连自己人都不放过。即便你真的成为大帝，这座天地也将空无一人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你懂什么？知道我身为宇宙星辰体，修炼有多痛苦吗？修炼速度还不如寻常修士，你让我如何甘心？万幸有了灵毒，我的修为才能突飞猛进。我为圣体，当正道，当是大帝。可惜你仍然只是准帝，即便恢复了伤势，也不过准帝巅峰罢了。你很快就会知道我要做什么了。你竟然自降修为，只为了困住我！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李自一，等我融合最后一处灵眼，正道大帝，再来杀你！终究是我大意了，不过一切还来得及，只要我炼化最后一处灵眼，就能正道大帝。子怡，你怎么样？天邪教主自散修为，将我暂时囚禁，他应该去炼化最后一处灵眼了。那还等什么？我们去阻止他！
他现在依旧是准帝，你们去只能是送死罢了。该死！你被囚禁，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正道大帝，然后等死吗？还有个不是办法的办法，一个时代只能存在一个大帝，除非我们有人能在天邪教主之前正道大帝。这怎么可能？大帝不是说正道就正道的，而且我们当中只有李自熙有资格。只能赌一把，赌我能成就混沌体，正道大帝。这怎么可能？混沌体从未出世，你如何成就混沌体？根据我的猜测，当初混沌大帝并非一开始就拥有混沌体，而是通过收割同时代的其余体质，从而制造出混沌体。这里的体质并非单指圣体，还有一些寻常体质。当初混沌大帝就是获得天下全部体质，因此正道大帝收割体质。难道你要强行剥夺所有人的本源？此举与天邪教的魔道行径有何异？只怕还没等天邪教杀来，我们内部就先大乱了。太初圣主，非常时期当行非常之事。我并非要吞噬他们的性命，只需每人献出一缕本源气息与精血。若连这点代价都不肯付，等天邪教主彻底降临，中州同样会化作人间炼狱。天下全部体质，我们短时间也不可能。不，其余4域的修士都被天邪教杀害，而中州的全部修士都集结在这里了。只要我能获得天下全部体质，就能成就混沌体。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赌一把。风险太大了，你一旦失败，我们就要丧失绝大部分战力，而且也未必能赶在天邪教主前正道大帝。大帝唯一一个时代，只能存在一个大帝。可这是唯一的机会，我们必须去赌。已经没有时间了。我支持自一的决定，献出全部体质，助自一成就混沌体。我代表万毒圣地同意。自一，我相信你。局面如此，我们没得选，就按李自一说的做。这么说，我们很快就要见证一位大帝的诞生了。诸位，大事倾轧在即，我需要你们的体质来成就混沌体，正道大帝。只有这样，才能阻止天邪教主。我李自一对天发誓，正道大帝之后，必定铲除天邪教，根治灵毒，将你们全部人复活，还万世太平。我愿意。他娘！恭喜宿主获得长生体、剑灵、巫蛊体。恭喜宿主集齐天下全部体质，成就混沌体。恭喜宿主集齐9大圣体，正道大帝。5大灵眼尽归本座，天地星辰皆为本座指路。这一世的大帝只能是我。成功了，已经融合了最后一处灵眼，本座就要正道大帝了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失败了？为什么我还是准帝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除非有人抢在我之前正道大帝。我们之间该做个了结了。
作李自一，今日于中州正道，集齐9大圣体，正道天一大帝。你还有何话说？这不可能！正道大帝的应该是我呀！我付出那么多心血，为什么还没有成为大帝？我才是当世大帝！一切都该回来了。时光逆流，一切因灵毒和天邪教而死的人都将回来。这座天下将再也不会受到灵毒的侵扰。子怡成功了，你成功正道大帝。幸不辱命，灵毒之祸、天魔教都彻底消失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做到。子怡，你如今成为大帝，会飞升离开吗？放心，我会永远守护这座天下。今后，大帝不是为了离开众生，而是为了有能力守住众生。我为天一大帝，将医治生老病死、天地灾祸、人心险恶。